终于等到你回来了。你要干嘛？最近不是快618了吗？就想让你今天写一份游戏本的推荐清单出来。要是再晚一点，那游戏本都不知道又要涨多少了。我不要！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项目在排队吗？居然还要加塞！你先不要急，先看看福利再决定嘛。不用看都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东西。豆子。哎，你不用勉强，这个项目我找别人做吧。先等会儿，我没说不做，你还是别为难别人了。这个项目我来做就好了。科技有温度，吐槽有风度，测评很鬼畜。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我是丝姐，小心。以前你要跟我说等等党会输，我是不会信的，但现在就不一定了。关注数码圈的小伙伴估计都知道，现在内存涨价就跟金子一样 ，AI 服务器抢产能，3大内存厂又说供给，不管 DDR4还是 DDR5，价格一路飙升，32GB 内存都快干到4000。涨幅直接翻3倍还多。受到内存影响，去年6000多就能入手一台配置不错的游戏本，今年入手成本直接增加1000多。所以今天丝姐就特意整理了这份618游戏本电脑推荐清单，价格从低到高排序。最近有入手笔记本电脑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带着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来看看哪款装备最适合您。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吧。还吵，整个数码区就我们班最吵了。快到618期中考试，不要说老师上课没给你们圈重点，来，把你们的一键3连先点起来。今天老师要来讲的是不同预算范围内怎么选自己合适的站位来装备。先看新 U 加新显卡的新品推荐，华硕天选系列可以说是我们每年618期中考、双11期末考的重要考点了。每年都有同学来问，但每年都有同学会选错。来，那今天老师重点分析一下为什么新款更值得入手。惯例先看配置，华硕天选7 Pro 酷睿版呢是有3个新处理器版本可以选，都是英特尔酷睿 Ultra 200HS 系列的高性能移动处理器。主要区别呢就在于批核数量和核显规模。先看英特尔酷睿 Ultra 7的2个处理器版本，英特尔酷睿 Ultra 7处理器 255HS 是8P 加12.1，20核20线程。在3A 游戏、视频渲染、代码编译等高负载场景下，上限更高，多核性能也更强。核显为4个 X1 核心，图形处理与 AI 算力也会略优于 251HS。相比之下呢，英特尔酷睿 Ultra 7处理器 251HS 被砍掉2个 P 核。核显也只有3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妙。这里算是一道易错题，很多同学觉得砍掉2个 P 核会对游戏或者日常使用有影响。实际上呢，除了极端生产力场景的表现会有点差距外呢，日常是没什么影响的，反而还能让整机价格更低。那简单来说，255HS 是满血版，251HS 是精简版。想选哪颗 U 还得看每个人对生产力场景的使用需求。要是想追求更精英的狂暴性能，天选7 Pro 的英特尔酷睿 Ultra 9处理器 290HS Plus 版本实力会更猛。作为全能型6边形战士，这颗 U 可以说是移动端的 Refresh 版旗舰，8P 加16.1，24核24线程，多核性能强悍，能应付高负载场景。单核 5.5G 高频打 CS2，瓦罗兰特帧数能非常高。不过既然是新 U，AI 算力也得够看才行。这颗 U 的 CPU 加 GPU 加 NPU 总算力大概有36套，能流畅跑 Stable Diffusion 等本地 AI 应用，加上新的低功耗能效核，离电续航也比较持久。再来看显卡，也有 NVIDIA GeForce RTX 5060笔记本电脑 GPU 和 NVIDIA GeForce RTX 5070笔记本电脑 GPU 版本可选。在 2.5K 高画质下跑3A 大作，那是小菜一碟了。为了能塞进整机180瓦的性能释放，天选7 Pro 在 2.25KG 的机身里优化了进风，在增强模式下散热噪音更小。至于外围配置，屏幕是一块 2.5K 的 DCI P3 广色域屏，跟上一代相比呢，多了 AGLR 抗反射防眩光，屏幕刷新率也提高到了300赫兹。那平时坐在靠窗的位置也不怕有太阳光反射了。除了这些外呢，双扬声器、雷电4接口等外围配置也很齐全，还
支持双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90瓦时的电池容量带到哪都比较安心。再加上颜值一贯在线的优点，可以说今年的华硕天选7 Pro 没什么别的短板了。配置定位呢也比较精准，纯打游戏选 U7251HS 版本性价比更高，有重度多任务，生产力需求再考虑 U725HS。除了251HX 版本是新品的性价比之选，华硕天选7 Pro 还准备了 i7-14650HX 版本可以选，相比新优来说价格会更低，或是直接上 U9290HS Plus， 多花的钱买的是多核余量以及高负载场景的稳定运行。如果你更追求轻量化的机身、稳定满血的性能释放，又对颜值比较挑剔，那华硕天选7 Pro 是一个买新不买旧的标准答案了。新品看完，接下来就到老 U 加新显卡的性价比推荐。第一款要推荐的是机械革命极光 X， 这款机子算是一个经典的老 U 配新卡的高性价比组合了。配置呢是 i7-13700HX 处理器加 RTX 5060显卡。虽然是23年的老 U， 但架不住基础打得结实。拥有16和24线程，30兆 L3 缓存，规格其实和14代的 i7-14650HX 是差不多的。多核性能甚至能跟上一代的 i9-12900H 掰一掰手腕，应对3A 游戏、渲染、多开都很能打，更别说还有新显卡的加持。除了性能，还要关注的是什么？没错，就是屏幕素质。极光 X 配的是一块 2.5K 180Hz 的高色域屏幕，用来娱乐办公都有不错的体验。拓展性这里也是个考点。极光 X 接口丰富，除了本身一个固态硬盘，机器还有一个2280规格的 M2 插槽，后期升级方便。说完优点，缺点也值得提一嘴。虽然80瓦时电池在游戏本里不算小，但高功耗 U 加显卡组合离电续航较短，如果要带出门，最好还是备着充电器。还有做工这块，触控板和键盘手感比较一般。总的来看，机械革命极光 X 会更适合主要插电打游戏或生产力的同学。不在意老 U 的旧架构的话，那这个配置还是蛮香的。现在入手游戏本的同学，基本都是想要一台起码能战4年的装备，所以性能配置不能马虎。这台机械革命蛟龙16 Pro 是典型的 AMD 性价比屠夫，参考价格是8299元。先看配置，这颗 AMD 锐龙 R98945HS 处理器可以说是正式大传 CPU 了，16和32线程，拥有64兆大3环，在多核渲染、代码编译、虚拟机多开等重负载场景下，它的表现甚至能压过同价位的 Intel i7， 属于越级打怪的狠角色。而且 AMD 的能效比不错，离电续航会更好一点。不过老架构也有一点缺点，相比新架构来看，单核性能会稍弱一些。在极度吃 CPU 单核性能的网游，比如 CS2， 帧数上限是不如最新 U 的。散热这块用上极光 X 同款模具，双烤能来到180瓦，散热也压得住，表面温度控制不错。但这个性能释放相对一线品牌来说会有点保守。屏幕是块标准的电竞屏，有300Hz 高刷和500尼特亮度，FPS 游戏很丝滑，支持双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原厂呢是16G 单通道内存，建议到手的同学要自行加装一根组成双通道。那对于爱打游戏的同学来说，蛟龙16 Pro 能满足你玩3A 大作和主流网游的需求，还能应付一些生产力场景。但你需要本地跑大模型，那可能就不太行了。接下来是七彩虹影星 G16 Pro， 搭载的是跟 i7-13700HS 规格差不多的 i7-14650HS 处理器，同样配的是 RTX 5060甜点显卡。一看配置就知道，这款产品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什么？主流性价比笔记本。没错，这位同学一看就是有认真上课。来看规格，跟刚刚的 i7 是差不多的，那也意味着什么？哎，对了，多核性能非常能打，应对3A 游戏、虚拟机多开、视频渲染等重负载场景底气很足，而且还有显卡的加持。2.5K 1080P 下3A 大作表现流畅，这个组合在主流价位段算得上是性能均衡。屏幕素质在线，也是一块 2.5K 180Hz 的高色域屏幕。拓展这块，七彩虹影星支持双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后期呢升级空间大。缺点就是品控可能不太稳定，售后网点的覆盖和响应速度相比一线大厂会有点差距。要是你就想入手一台高性价比、能畅玩游戏和应付生产力的游戏本，
不介意二线品牌的售后和做工，那这款还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说偏科这个行为不太好，但雷神猎刃 S 算是偏对位置了。搭载的是 i9-13900HS 处理器和 RTX 5060显卡，利用上一代旗舰级 CPU 的多核性能，搭配新一代甜点显卡来组成一套可以占未来的配置。先说这颗 U，24核32线程，36兆3级缓存，单核睿频 5.4G， 即使是旧处理器，但多核性能依然能打，应对视频剪辑、3D 渲染、虚拟机多开等重负载场景也毫不逊色。不过老架构也有一定的缺点，就是能效不如最新的酷睿 Ultra 或者 AMD 锐龙系列，而且离电续航不算很理想。不想带充电器出门的同学，这点要注意了。显卡基本没啥好说的，整机双烤能来到185瓦，散热到位，但在狂暴模式下，风扇的噪音会比较大。另外，雷神猎刃 S 给到了一块 2.5K 240赫兹的 DCI P3 高色域屏，平时看剧修图的都没啥问题。拓展性这块算是被雷神拿捏了，双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后期升级空间大。不过续航、做工和售后算是雷神猎刃 S 的硬伤。如果你需要强大的 CPU 算力和主要插电使用，那它这个性能偏科生会是个不错的答案。比较喜欢一线品牌的同学，惠普暗影精灵可以说是老师年年都会提到的基础题型了。先看配置，搭载的是不出错的 i7-14650HS 处理器加 RTX 5060显卡，虽然核心数不如 R9， 但 Intel 的单核性能和游戏优化依然是祖传优势。在 CS2、永劫无间这类吃 CPU 单核的网游里，帧数表现比同价位 AMD 机型更稳，是标准的网游利器。不过缺点也在这，玩游戏没问题，但不支持 NPU AI 加速，所以想搞本地大模型的同学要注意了。除了有点偏科外，惠普暗影精灵11作为一线守门员，性能释放和噪音控制还是很到位的。HDMI 2.1、RJ45 全功能 C 口什么的都有，但砍掉了雷电4，换成了普通的 USB-C， 刀法精准。拓展性这块拥有双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核心配置这块给的很到位，但做工细节就不算那么精致了。如果你想要一线品牌的售后，主要玩网游和3A， 那这台游戏本会是这个档位的安全牌。除了惠普暗影精灵一线品牌这里站岗，联想也派出了一位选手出来守门，那就是联想来酷斗战者战7000。作为典型的一线性价比水桶机，来酷斗战者战7000的座机思路很明确，那就是核心配置拉满，周边刀法精准。先看核心配置，用上了多核小钢炮 AMD 锐龙 R98940HS 处理器和甜点显卡 RTX 5060。虽然是正4架构的老旗舰，单核性能不如最新的 Ultra 或正5，但多核跑分还是非常凶猛的。配合现在的 RTX 5060显卡，妥妥的占未来配置。不过要注意的是，老架构的能效比不如英特尔新 U， 离电使用掉电快，更适合插电使用，散热堆料很足，用上了3风扇加4热管的飓风散热，双烤能有200瓦的性能释放。虽然温控压得住，但噪音有点压不住。屏幕是 2.5K 180赫兹高刷屏，500尼特亮度，足够平时使用了。不过前面也说这款游戏本用了点刀法，网卡是螃蟹网卡，接口没有雷电4，只有一个全功能 C 口，做工质感会没那么好。如果你更想要一线大厂售后加顶级 CPU 性能，又愿意自己动手折腾的话，那这款游戏本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后是1万元以上的装备，来到这个预算的同学，基本都能拿下更全面的配置和更有质感的做工。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参数怪兽机械革命骁龙16 Ultra， 搭载的是 AMD 锐龙 R99955HS 3D 处理器和12GB 显存的 RTX 5070 钛显卡。先说这颗 U， 采用的是正5架构，拥有128兆的大缓存，配合第2代 3D with Cache 技术，在游戏里的缓存命中率极高。吃 CPU 的网游里，它的帧数表现非常出色。如果你平时喜欢玩点3A 大作，12GB 显存加140瓦功耗的 RTX 5070 钛，可以让你在未来几年都不用担心爆显存的问题。在 2.5K 分辨率下玩3A 大作，基本能通吃。当然了，有同学就说了，光性能配置拉满是不够的，所以机械革命苍龙16 Ultra 给了一块 2.5K 300赫兹的 Mini LED 屏幕，峰值亮度能拉到1200尼特，而且色准 Delta E 小于1。对平时有修图、做后期需要的同学来说，这块屏算得上是一份标准答案了。至于拓展性这块，机械革命苍龙16 Ultra 出厂就是 32GB 加 1TB， 占未来没啥问题。虽然配置够顶，但这台机子还需要外接水冷才能释放出它完全的性能。
再加上重量在2.75kg 左右，日常放在家里或者在宿舍用会更好。如果你是重度网游党，平时没有什么移动办公的需要，那这台机子的性能满足你对游戏的极致体验，包括重度生产力场景也能轻松应对。ROG 魔霸系列可以说是万元游戏本的旗舰守门员了，价格来到15999元。先看配置，处理器是 AMD 锐龙 R99955HS 正5架构的16核32线程，多核性能非常残暴，拿来打网游和剪视频，性能都是没问题的。不过它没有上 X3D 的大缓存版本，如果你是重度网游党，加前上 X3D 版本帧数会更稳。显卡是140瓦满功耗释放的 RTX 5070 Ti， 配合 DLSS 4技术， 2.5K 分辨率下玩 3A 大作，开高画质光追也能跑满100帧以上。再看散热，冰川散热架构 3.0 压这套配置很轻松，手动模式下双烤能有215瓦。屏幕这块 ROG 魔霸9配备的是一块星云屏 2.0 16英寸的240赫兹高刷屏，支持100%的 DCI P3 广色域，亮度也比较够看，来到了500尼特。拓展性方面也给到了双内存插槽和双 M2 硬盘位，不过出厂呢只给了16GB 内存，有点抠搜了。除了内存给的不够大方外，这台 ROG 魔霸9称得上是一台典型的堆料狂魔。它把16核大 U、满血5070 Ti 和顶级的星云屏塞进了一套成熟的模具里，核心思路就是我全都要。如果你想要一线大厂的售后，又不想折腾散热和性能释放，那这台 ROG 魔霸9会是一个闭眼买不出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618游戏本推荐清单的全部机型了。相信看完这期视频，大家心里也有自己的选择。按照现在趋势来看，未来笔记本的价格可能暂时没有那么快会回落到以前的价位，所以有生产力需求或者是游戏需求的小伙伴，可以趁大促叠加国补入手一台可以占未来的装备。私姐在这里再叠个夹，部分机型的最低价格可能要看各个地区的补贴力度，没有适合预算的小伙伴可以蹲好价再入手。最后再来帮大家捋一捋思路。游戏本的核心基本在显卡身上，在选择时候尽量选 RTX 50系显卡会更能占未来。预算实在有限的话，可以选择 RTX 40系显卡也是可以的。先说新品，今年是 RTX 50系全面铺货的一年，配合 Intel Ultra 200系列和 AMD 锐龙9000系列，新品主打一个性能过剩。如果你更想要新 U 和新显卡的性能算力，又对品牌和颜值有追求，那今年的新品华硕天选7 Pro 酷睿版的2个 U7 版本都是个不错的性价比选择。要是追求更强悍的性能，也可以看看 U9 版本，或者加点预算直接上机械革命、昌龙16 Ultra、ROG 魔兽9等性能猛兽。不过除了新 U 外 ，RTX 50系显卡也搭载了不少性能比较强劲的老 U 来组成性价比配置，比如前面有推荐的机械革命、极光 X、七彩虹影星 G16、雷神猎刃 S 等机型，都是不错的老 U 配新显卡的选择，就看自己手头预算以及自己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了。好了，本期的618游戏本推荐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卑微私姐在线求点赞、求关注、求转发，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我们下期再见。